注意看，这位老哥驾驶着一辆蓝色的地狱猫，才刚刚右转准备上高速，天上的直升机就失去了老哥的视野，跟着车流查看了许久，哪怕是如此明显的颜色和特征，都没能找到老哥在哪儿。地狱猫的实力果真是恐怖如斯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老哥才刚刚上线，就摸走了路边的一辆野生汽车。由于是冷门大区，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常见，所以老哥很快就被阿 Sir 给盯上。但不得不佩服这位老哥的眼光，因为哪怕是零元购，他也经过了精心挑选。这辆地狱猫版本的道奇充电器，轻轻松松就将阿 Sir 拉爆。交锋仅仅第一个回合，就让阿 Sir 失去了镜头。看来这位老哥有两把刷子。虽然老哥一路丝滑超车，但这条路有点堵，还是不太适合这辆车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地狱猫版本的道奇充电器，这辆车搭载 6.2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707，不仅0-100加速仅需 3.4 秒，对高车速更是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。国内的平行进口车仅仅只需要188万，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哥拿下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虽然现在不断的有阿 Sir 加入匹配，但在老哥眼里只不过都是些无名之辈。在小路跑到头之后，老哥很快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赛道，开着地狱猫不上高速溜一圈等于白开。别看一旁的 NPC 们车速都很快，殊不知此时的老哥已经快到离开了镜头，直升机还是太低估了老哥的车速，最后终于在镜头的最角落找到了老哥。刚才看高速上的汽车一辆辆跑得飞快，而现在在老哥的眼里，他们仿佛在原地等待。这也难怪，在这样的速度下，阿 Sir 与其被淘汰，还不如自己主动退赛，省得被网友们说他菜。虽然走的是同一条高速，但老哥和 NPC 显得格格不入，有车超车，没车加速，仿佛谁也无法阻止老哥的脚步。现在上战力表，看看这老哥是什么技术。好，先不说这位老哥实力恐怖，今天居然还有一位隐藏人物，看来这场对决不会轻易结束。趁现在来个一键3连，顺便给个关注。此时前方道路变窄，车流开始变多，赶时间的老哥没有功夫和他们拉扯，一脚油门走到右侧的 VIP 车道。虽说有些不讲武德，但此刻的老哥也顾不了那么多。本来今天接到的任务是送货，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就被阿 Sir 给盯上。虽然这辆地狱猫的性能爆表，但实在是太引人注意，再加上是路边捡的野生汽车，此刻老哥的油箱已经剩下的不多，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思来想去，老哥决定呼叫队友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呼叫队友的人是老哥。没有想到，最近老哥们都开始打组队的匹配赛了。可以看到，此时老哥的车速明显慢了下来，看来是准备坚持到队友赶来，所以提前控制消耗。只要你注意观察，就会发现这辆白色 SUV 的行车路线有问题。在老哥刚才超过他之后，他就一直紧紧地咬住老哥不放，而且距离越拉越近，仿佛是想要贴。这是野生玩家参加匹配，还是便衣阿 Sir 想要偷袭？而且此时两人的车速都不快，甚至有不少的 NPC 都超过了他们。看来老哥的油箱坚持不了多久，难不成堂堂的地狱猫就要这样陨落吗？此时老哥选择在前方匝道下高速，看来是还想再搏一搏。这辆白色的 SUV 一路跟着老哥下了高速，绝对不会是普通的路人这么简单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应该就是那位隐藏人物，但他到底是老哥的队友还是便衣阿 Sir 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只见老哥右转之后就开始减速，直到完全停了下来。看来这辆车是彻底没油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刚才一路跟随的 SUV 停在了老哥的车旁，看来这辆 SUV 就是老哥的队友。老哥连忙将后座上的孩子搬上了队友的车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这老哥居然是带着孩子零元购，这操作简直不要太离谱。合着这么小就开始培养兴趣爱好和特长，而老哥才刚刚上车，身后一位阿 Sir 就跟了上来。以前都是阿 Sir 接力车轮战，没想到今天风水轮流转，千算万算没算到这老哥还有伙伴，这让阿 Sir 不得不感叹，好不容易跑到地狱猫没油，结果还有第二阶段。
这位老哥一看就是本地人，根本不走寻常路，在小路里面一阵弯弯绕绕，就成功和阿 Sa 拉开了距离。现在让我们来揭晓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不愧是能和地狱猫做队友的老哥，这实力果真是一点都不弱。而抛开驾驶技术不说，这位老哥对这里的地形更是熟悉的可怕。该说不说，虽然这两位老哥的风格迥异，但车技却都是十分了得，随便单拎出来一人都是大佬。在这位老哥的一顿操作下，哪里还看得到阿 Sa 的氛围灯？而就在这时，副驾上的老哥突然扔出了一个东西，这样的操作很常见，就算最后消星失败，也会因为证据不足少菜或者不上菜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切被直升机拍得清清楚楚，如果消星失败，定会被阿 Sa 给找出来。老哥在这里绕了许久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，反倒是被阿 Sa 超激怒，失去了优势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将阿 Sa 甩开再说。身为本地人的老哥，很快就再次想到了一条小路，只见老哥一脚油门冲破围栏，就再次摆脱了阿 Sa， 但这辆车也因此受损严重，没办法继续前进。老哥们迫不得已，只能在前方的建筑门口停了下来。而副驾的老哥早已迫不及待，车还没停稳，就拎着孩子跑进了这幢建筑。这是一家幼儿启蒙中心，和这两位老哥这么赶，又是地狱猫又是接力的，是为了送孩子来上启蒙课。由于一直都没能摆脱直升机，所以阿 Sa 们很快就锁定了这里。现在阿 Sa 们已经封锁了这里所有的出入口，两位老哥恐怕是在劫难逃。该说不说，这两位老哥的车技都非常不错，但由于看我的节目看得太少，忽略了天上还有一架铁蜻蜓，全程方位都被锁定，导致最终消星失败，被阿 Sa 给揪了出来。经过调查之后发现，驾驶充电器的老哥名叫安迪·格瓦拉，一直拎在手上的是他的孩子；而驾驶 SUV 的老哥名叫马文·格瓦拉，他们两人是亲兄弟。阿 Sa 也很快就找到了被他们扔出去的包裹，里面是一把手枪和不少的管制药品。这下证据确凿，两位老哥就此陨落。本来到这里事情就应该已经结束，但就在当天，有一位名叫萨默·哈米尔顿的女子赶到现场，称她是孩子的母亲。阿 Sa 在核对身份之后发现，是不是母亲还没确定，但她身上居然有一张通缉令，这下好了，连家都端了。难怪有那么个地狱笑话，只有皮肤比较白的小孩才能和父亲共度欢乐时光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本期的内容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